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呀，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9种特殊掌纹的命运含义。从古至今呢，人们对于相学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经过人们长时间的生活经验积累，人们得出了一系列有关于相学的学问。在相学中呀，手相学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通过看人的手纹就能看出人的身体是否健康、财运、性格等等。而在看手相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有的人手上的纹路会比较特殊。那从这些特殊的掌纹中又能得到什么信息呢？小酱汁老师今天为大家介绍9种比较特殊的掌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手上有没有。1. 玉环纹，判断身体健康。这一纹线一般位于手掌的下部，环绕手腕与手掌负面的线纹，也是区别手掌与手腕之间的横贯线。玉环纹深刻而且连续为佳，根据玉环纹呢，能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玉环纹清晰连贯的人一般有很旺盛的精神力，身体强健。玉环纹有中断、波浪、倒纹出现的人体力很差，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内分泌系统呢比较容易失调。对于男性而言呀，生殖机能就会变差。对于女性而言呢，会出现妇科问题或者性冷淡。如果玉环纹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而且肌理细润的人，神经系统好，头脑较灵活，行事条理分明，在处事上懂得变通，交际能力呢也不错，情欲方面比较旺盛。玉环纹附近皮肤粗糙、肌肉松弛或者青筋凸起的人，体力较差，可能会在生育上有问题。如果一个人拥有3条平直且完整的玉环纹，此人则是拥有福禄寿纹，代表身体健康强盛，祖辈有很好的遗传基因。若在命途的流年中慢慢形成了第4条玉环纹显现的人，即使之前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者霉运，也会因为这条纹的出现而变得好运连连。2. 纵欲纹，判断一个人情欲节制。纵欲纹是一种随个人经历出现的纹路，在掌相中呢也称为情欲线，是从靠近掌外侧手掌八卦对位的部位发出的，向生命线方向横向延伸而来的纹路。即使有情欲线的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类人原来大过随性，平时大过放纵欲望，没有节制，生活不规律，沉迷烟酒或者麻醉剂等，导致缺乏精力，肾功能差，健康令人担忧。纵欲纹接近生命线但又没有穿过生命线的人，性生活过度，导致精力很差。纵欲纹未穿过生命线而向下弯曲的人，会因为身心过度劳碌而作息不规律，出现健康危机，甚至危及生命。纵欲纹延伸穿过生命线的人，过度沉溺于性欲当中，精力容易衰竭。有此纹穿过生命线的人，尤其要保重身体，万不能纵欲过度，否则发白而致身亡。如能即刻起调理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纵欲纹也会消失。3. 中指线，判断事业或者生命终止。中指线是出现在生命线或者命运线上起阻拦作用的一种线纹的部分。通常来说呢，中指线长度为3到5厘米。如果掌中从坎位冲上中指方向的事业线出现了横切的中指起点线，那就要注意了。它的出现预示着计划中的事情出现了障碍，或者是正常运作中的企业会因为什么原因正在悄无声息地往坏的方向变化。另外呢，对于生命终结来看，则要看2个手的生命线都短，且几乎在同一位置出现中指线，就是暗示终点代表的年龄会出现生命危险。关于生命是否真的会终止，不能只依靠出现中指线而断，还要结合命理八字是否已凑够4个空亡、地克天冲而无其他五行打救，还要结合脸相的气色等一起判断，才能做出结论。4. 孔子眼纹，判断智慧和才华。孔子眼也称为夫子眼，是在大拇指内侧中指关节上的相连处多条结纹，形状像橄榄核或者眼睛状的纹。手指关节有孔子眼，代表此人非常的聪明，有极强的管理能力。从古至今呀，拥有孔子眼之人必定是文曲星下凡，再不济的人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之说法。
有些普通人可是通过后天努力变得很聪明，通过后天努力获得后成长。孔子眼会生在右手关节上。左手关节上孔子眼才是注定的聪明。另外，孔子眼很明显完整的人，也预示着身体素质好，幼年家境富裕，成年后能有一番事业。孔子眼的纹路深浅不一且有中断的人，判断力和意志力薄弱。孔子眼的纹路不齐或者图中有断裂错开的人，身体状况欠佳，且易早衰。年轻时需要好好珍惜身体，注意保养。5. 旅行纹，判断离祖创业与闯荡他乡。旅行纹是在生命线中部左右向外分叉出去的支线，如果靠上，即使生命线上端部分分叉出去，直通无名指下部八卦部位坤位的线纹，预示此人必然会离祖创业。深且显现的线纹也代表了创业成功，并且举家迁徙。显纹不显的，则代表你在创业或者工作中是个日夜在外忙碌的人。如果旅行线中间有所断开，或者显现清晰时忽然模糊不清，则表示创业不顺或者生意失败，导致举家回迁的可能。如果生意好转或者仕途顺利，慢慢又会清晰连上。从这些线可以判断出此人的经历。另外呢，从生命线下端向外分出多条细的纹理，且清晰又连贯向外伸展的人，是个思想前卫、热爱旅游、猎奇心理很重，是个坐不住、总爱去各地游走、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如果近期出现旅行纹的人，表示因为工作或者探亲，马上就会有外出旅行的可能。旅行纹的长短表示该人目的地的运行。从纹理的深浅可以看出这次旅行是否合乎心意。细小的旅行纹理应该注意是否有中断或者成链状，如果有，却要注意旅途中会有突发事件或者危险情况发生。如果旅行纹从生命线的末端延伸到手掌中前宫位置的人，有移民或者定居国外的可能，并在那里度过晚年。旅行纹末端位置出现的许多分叉，代表该人四处游历，居无定所。6. 川字纹，判断感情生活。有川字掌纹的女性独立而自我，在感情上爱憎分明，从不轻易表露自己。她们大多很任性，不爱考虑他人感受，因而在恋爱和婚姻上挫折不断。同时呢，川字掌纹的女性不善表达，对于丈夫与子女的关怀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再加上呢，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不懂得展现自己温柔的一面，所以呢，会给人留下不懂温存的印象。因此川字掌纹的女性不宜早婚，晚婚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成熟稳重。另外呢，不妨嫁给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因为年长一些的男性较有包容心，或是与能够欣赏自己优点的男性结为伴侣，将能使自己在性格上有所改变，感情生活也能够长久幸福。7. 阴阳纹，判断特别性情与爱好。我们所说的阴阳纹是指在同一根手指上出现有双螺纹、双旗纹或者一螺一旗的情形。有阴阳纹在手，往往暗示直觉极强，甚至会有第六感出现，可通鬼神、阴阳，更可对事物进行预测。这种人呢，对灵异方面的东西极为感兴趣，或者笃信宗教。一般情况下人的每一根手指头只有一个螺纹或者旗纹，食指全为螺纹的人欲望强，个性也沉静。如果是女性，则会像个男人婆，缺乏女性的温柔。食指全是旗纹的人多才多艺，有艺术家的风范。螺纹呢也分正反，开口朝向小指的为正螺纹，这种人善于适应环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有众多的爱好，对人呢也都十分的友好。开口朝向大拇指的为反螺纹，这种人呢多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十分敏感，而且行为激进。在手相学中呢，与阴阳纹特征雷同的掌纹，还有从月丘到木星丘的直线或者弓形纹，被称为直觉纹。在感情线和智慧线中间出现的神秘十字纹，在食指处出现的被称为所罗门环的木星环的这些纹线，具有这些特殊的纹线的人更具有灵界方面的能力，有从事命理、宗教等方面的工作的先天优势。
8. 桃花纹判断恋爱运势。手掌的大阳丘部位有很多花形的细纹，就是桃花纹。桃花纹越多的人越吸引异性，这时如果过度纵欲，很容易精力衰竭而亡。斜向上延伸的桃花纹预示着人际关系很好，除了能够受到异性关注，还能得到下级拥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业呢也会非常好。通常从事演艺工作的人和公众人物都有这样式的桃花纹。如果桃花纹不止向上延伸，还多方向发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种桃花和烂桃花了。有此纹出现时，已婚女人应该恪守妇道，未婚女子却要预防不真心爱你的人准备勾引玩弄你了。长期穿过生命线的桃花纹也叫畜生纹，对于长有这种纹的朋友，远离一点为好，因为这种人呢没有理性，可以说是欲智不认亲的畜生性格，对性生活要求强烈，性行为呢就会像畜生一样无所顾忌。手上如果长有此纹的人，一定要自重，修身养性，早日剖析恶习，半年后此纹就会自行消退。9. 财库纹判断事业财运。在大拇指的第2节往手掌心倾斜侧面出现完整的横纹，叫做财库纹，而且在其下方出现的横纹、纵纹和格子纹被称为财富纹。通过这2个纹路呢，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运势如何。财富纹代表能够赚取多少财富，而财库纹是看出一个人最终能够守得住财的时间。有财库纹的人，不管是哪种纹理出现的越多，预示赚到的钱也就越多。这类型的人呢，对所有的工作都是事必躬亲，所以得到的劳动报酬会越来越多。拥有财库的纹的人，可以从财库纹的位置推测出守住财的时间。靠近拇指指节的位置约为0岁，靠近拇指底部的位置约为80岁。如果一个人的财库位置越靠近拇指节，说明年轻时便能拥有财富了。反之，一个人的财库纹靠近拇指底部，说明要到年老时才能守得住财。一般的人的财库纹都出现在40-50岁左右，那都属于正常的。需要注意的是，有财库纹的出现，还需要仔细看财库纹的形状。财库纹如果有漏洞的话，就表示其财富会外漏。如果有2条财库纹，且上面1条断裂，下面1条完整，表示其年轻时呀理财观念差，晚年才能守得住财。如果2条财库纹都完整，说明此人花钱谨慎，能够攒得下来财。以上9种特殊纹路，你遇到了几个？手相算命呢，只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如果想要具体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如何，需要结合个人整体命理情况来分析。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上期节目呢，小酱汁老师给大家介绍了2种比较特殊的纹路。有很多朋友跟小编说自己没有三角纹和星纹，但是有其他的杂纹，比如说山纹、格子纹、方形纹、米字纹等等。这些在手掌中又有什么含义呢？小酱汁今天就来告诉大家。1. 侧纹。所谓侧纹呢，是在手指或者手掌中出现多条纵纹。通常情况下呢，假如纹路清晰分明，大都代表着一种吉祥的寓意，出现在手掌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预示。1. 侧纹位于拇指，假如在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出现侧纹，被称为财富纹。纹路的数量越多，表示财富越多，同时也表示其人会更加的忙碌，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也非常的辛苦。2. 侧纹位于食指。侧纹位于食指上的人机灵聪明，能力出众，在青年时期呢就可以崭露头角，获得不错的成绩。假如侧纹位于食指根部木星丘，则被称为小人纹，代表其人会因能力出众、自信强势而得罪人，招来别人的记恨，从而在工作中为其制作很多麻烦。侧纹的数量越多，越容易招小人。3. 侧纹位于中指上。中指上出现侧纹，表示其人适合在土木、房地产或者建筑领域发展，会取得很大成就，并赚取很多财富。4. 侧纹位于无名指。无名指上出现侧纹，性格洒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受约束，适合从事自由性相对较高的职业，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5. 侧纹位于小指上。
小指上出现侧纹的人同样不喜束缚，做一名自由职业者更加突出成绩。假如侧纹位于小指根部水星丘，被称为财运线，表示其人有着非常好的财运，很容易大富大贵。侧纹数量越多，财运也就越旺。6. 侧纹位于金星丘，假如金星丘上出现侧纹，表示其人精力充沛，协调能力强，气质出众，在艺术方面呢有很特殊的才能，可以凭此获得一定的名气。2. 格子纹，所谓格子纹，就是在手掌中出现一些交叉的细纹，很像一个个小的格子。当人的内心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又很渴望得到时，手掌中呢便很容易出现这种杂纹。当然，格子纹在手掌的不同部位出现时，其寓意各异，吉凶也各有不同。1. 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时，其人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假如智慧线形状不佳，其人很容易因为自负和傲慢而招致失败。假如智慧线长而下垂则月丘，则表示其人头脑灵活，善于分析，口才好，会取得一定的成就。2. 格子纹出现在土星丘，土星丘出现格子纹时，表示其人喜欢思考，性格较为内向，有主见，但要面子，遇到挫折时容易陷入忧郁。3. 格子纹出现在太阳丘，太阳丘出现格子纹时，其人喜欢表现自我，有魄力，有野心，经济直觉敏锐，又很有赚钱头脑，很多富商都有此种手相。4. 格子纹出现在水星丘，水星丘上出现格子纹时，其人头脑聪明，机智灵活，财运较好。如靠近婚姻线处出现格子纹，则表示其人正处于单身状态，一旦走入婚姻，格子纹会逐渐消失。5. 格子纹出现在月丘，月丘上出现格子纹时，通常代表其人有忧郁妄想症倾向。假如智慧线下垂至月丘时，这种倾向会更加的明显。6. 格子纹出现在金星丘，金星丘上出现格子纹时，代表其人比较爱美和好色，并且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假如格子纹布满整个金星丘，表示其人思虑过多，劳神，操心事不断。7. 格子纹出现在大拇指，格子纹出现在拇指第2节处，表示其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取很多财富，但同时呢也非常的劳碌和辛苦。8. 格子纹出现在食指，在食指第3指节腹处出现明显的格子纹，表示其人财运旺盛，赚钱比较容易。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都会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9. 格子纹出现在中指，在中指的第3个指节处出现格子纹时，表示其人比较自私小气，钱财只进不出，属于因为吝啬而致富的类型。3. 方形纹，从手相学的角度来看呢，方形纹代表的是一种正能量，可起到逢凶化吉的作用。当人的手掌出现方形纹时，通常都是寓意吉祥的。当然，在不同的部位出现，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1. 方形纹出现在木星丘，保护权柄，增加野心，能够逢凶化吉。2. 方形纹出现在土星丘，可免风险，能够逢凶化吉。假如方形纹的脚边出现红斑点，则表示能够躲过火灾。3. 方形纹出现在太阳丘，表示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灾难厄运，减少事业上名誉受损。4. 方形纹出现在水星丘，表示可以避免意志不够坚定所导致的危险。5. 方形纹出现在月丘，表示可保护用脑过度的危险，避免水灾。6. 方形纹出现在第1火星丘，可化解危险，避免刀枪伤害。7. 方形纹出现在第2火星丘，表示可避免刀剑之伤。8. 方形纹出现在金星丘，唯独此处出现方形纹是一种凶兆，预示其人已英年早逝。9. 在掌心出现方形纹，掌中出现方形纹给人的第一印象极好，做人坦荡荡，做事单纯，不会在背后施小手段，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此外呢，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其人聚财能力很强，非常善于理财，花钱也很节省，绝对不会盲目乱投资，通常都很有钱，而且结婚以后呢，财运会更好。10. 感情线上有方形纹，
感情线上出现方形纹是一种不吉的信息，其人会经常遇到一些感情方面的困扰，以致常感到郁闷和烦恼，有自毁之倾向。假如感情线处断裂，在断口处有方形纹框住，则预示将有感情危机出现，也无大碍，最终都能够化解。11. 事业线上有方形纹。事业线有四方形纹依附在此旁，表示此人的事业或者命运获得意外的助力，有惊无险。12. 生命线上有方形纹。生命线上有方形纹的人命大，能够绝地逢生，一生会有灵异事件发生。若生命线断开，但被方形纹框住，代表其人可以逢凶化吉。假如方形纹依附在生命线旁边，或者与生命线没有接触，代表其人有牢狱之灾或者久病住院。假如生命线与智慧线的交界处出现方形纹，表示其人可能动过外科手术。13. 太阳线上有方形纹。若太阳线成功线上有方形纹保护纹，代表其人做事情比较顺利，即使遇到麻烦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4. 字形纹。有时在人的手掌中呢，会出现一些字形的纹路，如王、女、吕、口、米字等。这些字形纹假如清晰端正的话，通常都是一种吉祥的表现。1. 品字纹，位于食指下方，代表其人有官运，也有成为巨富的潜力。位于中指下方，其人可官至3至5品，适合搞政治，城府很深。位于无名指下方，表示其人家境非常好，生活富裕，非比寻常。2. 履字纹，手掌中有履字纹出现，代表其人命有实权，或者靠语言吃饭，适合搞政治。履字纹位于食指下方，其人会有不错的官运，可往仕途发展。3. 口字纹，掌中出现大的口字纹时，表示其人可因权而得财。如为不规则的口字纹，一生有偏官复职。如有未封口的口字纹，其人容易漏财。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的口字纹，代表其人适合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凭借口才赚钱的行业，并能因此而发财。4. 王字纹，手掌中出现王字纹，特别是位于食指或者中指下方时，代表其人能力超群，绝非池中之物，是属于领袖型的人物，不可多得的人才。5. 文字纹，古书云，手掌有文象字，能知天文奇事。手掌中出现文字纹，特别是位于中指或者无名指下方，代表其人头脑聪明，智慧非凡，能够在学术领域方面有突出的成就。6. 女字纹，手掌中出现女字纹时，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女人缘，会因女人而得财。女字纹位于小指下方时，代表其人可以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配偶。中指下有女字纹，主得女人财，位于掌心，为富贵之人，因女人而富。7. 田字纹，田字纹位于掌心的人财运很好，适合在商业、房地产等方面发展事业，特别是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很有可能成为巨富。8. 米字纹，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假如在金星丘、木星丘、水星丘或者掌心上出现的，均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偏财运，容易获得横财、外财或者意外之财。老师今天讲了这么多，你手掌的纹路在其中吗？当然，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手纹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3分天命，7分人为，想要好运常伴，自然也少不了自身的努力。命理学上来说呢，一个人的命运是从出生就已经注定的，或贫穷或富贵。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尤其是女人。其实想要了解自己的命运如何，可以从手相、面相、八字、五行、紫微斗数等各方面了解，但其中用到的最多的还是要看手相。手相呢，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它可以根据手的形状以及手上的纹理、色泽来推测人的身体健康以及运气的福祸吉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理运程是可以从手相上体现出来的。那么从手相上来看呢，哪些女人天生苦命，又有哪些女人天生好命呢？小酱汁老师今天就来教大家通过手相了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苦命手相。一个人命苦可以从2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婚姻感情不顺，另外一方面是财运不佳。那具体有哪些特征呢？1. 断掌。
断掌的女生一向被认为克夫，当然这只是古时候认为的克夫首相。倘若断掌个性女人只是个女强人，并非克夫。断掌个性固执，决定力强，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在事业上呢容易成功，不过在婚姻上因为太强势、太固执，容易给老公压力，影响夫妻感情。强势的性格会难以得到老公的疼爱，不过倘若可以换一种对待方式，多尊重对方和爱护对方，则可以婚姻事业双丰收。李宇春的首相就是典型的断掌，她的事业呢就比较成功，但是感情方面呢却不见好的发展。2. 手上有反抗线。手上有反抗线，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也不喜欢听他人的指示。尤其倘若线长，一旦被束缚，就会引起她的反抗。像这样的女人呢，适合搭配一个个性温和或者年纪小的男人，否则多半是老公受到支配却不服气。这种首相呢，女人有正义感，又喜欢辩论，不肯认输。倘若智慧线良好，做律师法官呢都会有成就。倘若有2条反抗线，则不是很好，容易一事无成。3. 手掌平薄硬。手掌干瘦无肉，则伸直手掌，手指中间很平，没有凹陷。这样的人呢，一生中没有财气，不能胜任太重的工作，再加上财运较差，生活过得很辛苦，也只能维持温饱，赚一分花一分，很难有积蓄。4. 事业线长而直。事业线长直又起于掌底中央的女性，不愁没有收入，但没有在家做少奶奶享清福的命，一生奋斗努力，也是比较亲力亲为的劳碌命。不过晚年过得好，可得子女孝养。事业线愈长愈直者，愈是应验。倘若太阳线不够秀丽，事业线却长直起于掌底，则多只能有养家的收入，难以有丰厚的收入。不过还是脚踏实地型的，在家里比较强势，一般是有话语权的人。5. 冲天文压事业线。冲天文压事业线呢，那么青年时期人生顺利，但中年以后开始经历风风雨雨走下坡。女生的话，尤其婚姻不美满，容易离婚再嫁。这类女人比较有主见，事业心强，倘若老公可以宽容包容她，则是最好的。6.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事业线起于生命线呢，多数是职业女性。这种首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难享夫福。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因此呢，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更是历经千辛万苦以求功名，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端，也是努力者，不过相较之下呢，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脚踏实地，从不靠运气和侥幸。7. 五指并拢，指尖缝隙大。这样的人呢，性格清高，不太重视钱财，即使遇到赚钱的机会，如果不合自己的心意呢，或是有违自己的原则，也不会去做。除大拇指外，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拢，如果中间有缝隙，即连个芝麻也掉出来，这样的男人的存钱能力中弱，他们不擅长理财，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呢不会精打细算，给人一种很贫穷的印象。6. 智慧线有杂纹。若是一个人智慧线上出现了很多的杂纹，那么这样的首相呢十分不吉利，因为首相学中认为这样首相的人缺乏智慧，事事难成。7. 有漏财纹。众所周知呢，手纹与我们的运势是相关的，而漏财纹主要与我们财富方面的运势相关。根据手相学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的手里有漏财纹，那么这样手纹的人将是一个财运极差的人，并且他们不仅是时常把财漏出去，把钱赚进来的能力呢也不好，可见财运方面呢实在是不吉利。8. 感情线很短的首相。感情线很短，没有超过中指下方的位置，这样的感情线的人在感情运势上很差，容易婚姻失败。9. 婚姻线断裂的首相。如果你的婚姻线断裂，那么你的首相也十分的不吉利。婚姻线若是断裂，代表婚姻结局不佳，一生可能经历多次婚姻，也可能孤独终老，很难幸福。10. 生命线容易断裂的首相。
如果你的生命线出现了断裂的手相，生命线中间的部位有明显的裂痕，那么这样手相的人也预示着你的命运相当不吉利。通常说这样手相的人容易死于非命。有苦命的手相，当然就有好运的手相。那么好运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一、食指比无名指长。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往往聪明伶俐，做事非常有耐心，做人也十分的圆滑，总能够左右逢源，所以能有极好的人缘。这样的人财运也非常好，总是能够圆满的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呀，总是财运暴涨。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好命之人，很多好事都会被他们遇到困难能够逢凶化吉。二、手掌红润。手掌红润不仅代表着身体健康，还代表着此人的荣华富贵。哪怕他们出身微寒，但是日后呢，必定会有大出息。因为手掌红润者天生就是好运跟财富的象征，有这种手相的人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三、掌心有三角纹。三角纹指的是智慧线、事业线、感情线三线相交形成的封闭三角形。如果有这个纹路呢，说明此人从小就是小福星，长大之后呢，更是能赚钱，能够得到良好的事业机会，最终成就自己的事业梦想，一生有福气。四、手软如棉花。手掌软如棉花者，这辈子也注定是大富大贵的命。他们一般出生在富裕之家，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过得锦衣玉食般的生活。长大后呢，由于自己的智慧，加上自己的人脉和六亲的支持，自然就会在社会中吃香，财帛不缺。五、手背有痣。女人的手背上如果有痣，且为那种比较小且黑的痣，这种手相的女人呢，一般都很心善，心善之人自当会有善报。也就是说，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有佛缘，一生积德行善，好事做尽，今后自当会有善报加身，有菩萨保佑，一生挫折少，有贵人，今后还能嫁一个好老公，儿女也会很孝顺。但需要他们持续不断的行善，这样呢才能越过越好。六、手指短粗。很多女人感觉手指纤细会比较好看，但这样的手相呢并不是很好，而是那种手指比较粗短的则好一些。因为这种手相的女人身体一般都比较健康，而且生命力很强，容易长寿，且有趋利避害的气运在身。而从个性方面来说呢，手指比较粗短的女人性格会比较踏实，属于那种踏实肯干的类型，很务实。所以家庭生活呢会很稳定，今后子女双全，生活富足。七、水丘星饱满。水丘星的位置呢处于小拇指下方，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此处呢便是水丘星。一般水丘星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有福气，且从性格角度来说呢，她们不但很精明，而且能说会道，一看就是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呢，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不是能够嫁入豪门，就是自己赚大钱，做老板，成为女强人。八、中指较长。中指长呢，代表着其人有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且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更容易能够大富大贵。九、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呢，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女人呢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钱。十、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都会充满着干劲儿，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当然呢，除了小编讲的这些，还有很多手相特征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势发展，也并不是说有苦命的手相就一定命苦，有好命的手相就一定命好，这些都需要结合一个人整体的命理情况分析。以上内容呢，仅供大家参考，如果想要生活过得好，也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行，否则如果坐享其成，自甘堕落，结果一样会很不好。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